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财经随便聊，我是财经三哥 George， 我是 Finance Chloe。喂，我们终于迎来了我们的 Chloe 回归啦。对，不知道我这次回归你有没有准备什么特别的惊喜给我？肯定有，这一次呢，我们就迎来了我们全新的饮料伙伴 Masco Coconut。那 Masco Coconut 呢，其实他们用的是香椰水，而且是100%的香椰水，所以是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防腐剂，也没有添加色素的。而且呢，椰水你知道吗？它是富含天然的电解质，所以适合我们日常跟运动之后的水分补充，而且大热天更加适合。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可以到 NSK 加 Grocery Events 超市去购买咯，对不对？对的。那现在他们是不是有在做一个优惠活动？对，他们现在配合25周年呢，就有进行一个优惠，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感兴趣要团购的话呢，一定要到 Instagram 找 Masco Coconut， 你们去 DM 他们。来，我们喝一点啊，哇，太久没有回来啊，现在做的东西有点生疏。你才知道啊，怎样去台湾爽吗？非常爽。幸好你的地铁不是那个中山地铁。没有，那个在台北车站。是啊，哦，那个台北车站不是地铁吗？就一起 connected 的。是啊，所以它就咻。你应该讲还好那天我已经在 airport 了啊，好彩那天你飞回来哦，因为我们没有特别放第几期啊，但是我们自己内部我们会开始，这是我们第20期的财经随便聊，然后也是一个总结2025年吧，然后迎接2026年，因为这一期出的时候已经是2026年的1号还是2号吧。主要呢，我要讲的东西就是2025年的投资市场的大复盘。我们就来一起复盘一下今年一整年到底市场都发生了什么。好期待！你有印象当中今年市场发生什么事情吗？突然想要做这个手势，那时候我们去吃海底捞，好期待哦！海底捞那个服务员 ，OK， 你的表情不像的吗？他那个表情做这个过后啊，让我觉得哇楚楚可怜，我真的很想要马上给他 tips 啊什么啦。你现在做啊，我的拳头很硬啊，看了就是哇，你可以不要这样做啊。OK， 好，那到底市场今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有什么印象？那个发电机嘛。发电机？是叫发？今年市场有出现了发电机吗？不是吧？容易。发电机？让我想了一下，那个 AI 数据中心，我讲到发电机。1980。OK。哦，没有，你讲的市场通常是指股市那一些。对，投资市场，AI 数据中心还有什么 NVIDIA 创新高 ，NVIDIA 破新高 ，OK。白银黄金最近也是在创新高嘛。白银黄金哦，所以你想象的东西都是破新高的。那今年其实市场我们一整年下来了，其实就发生了蛮多事情，所以今天我主要来跟大家highlight几个重要事情，跟大家一起去回顾一下。Let's go， 上车喽！今年其实1月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我们讲 AI 市场的一个动荡。今年1月的时候呢 ，DeepSeek 横空出世。因为 DeepSeek 是今年才出来的。是，其实 DeepSeek 它是今年出来啊，它的那个 R1 模型，那时候一出来的时候就打击了整个我们讲 AI 市场，是因为它自己讲说它的训练成本很低，然后它是可以完全开放给大家 API 等等的之类东西。那个时候已经把整个市场打下来了。我有印象，我以为是去年很早的事情。不是，它其实是今年1月的时候，所以可以看到 NVIDIA 那个时候它的市值就蒸发差不多2.6个兆 ，NVIDIA 还创下单日最大跌幅，一天蒸发5890个亿美元，是1月20多号的时候发生这件事情，所以单日跌幅10多个%，接近20个%哦。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整个 AI 的整个市场就变得更加卷，因为 DeepSeek 的出现，然后有一些什么 Manus AI， 我们就看得到 Gemini 的这个超越，然后 ChatGPT 的更新等等的东西，整个 AI 就开始又在让大家有了一轮新的东西，就它就打响了今年2025年一整年的事情，所以这就是第一件事情。原来是今年 ，OK， 是今年之后呢，就发生了一个也是轰动了全世界的事情，就是关税问题。就关税，大家如果你们还印象深刻的话，是发生在4月的时候了。4月2号就是在美国时间，特朗普就宣布，然后就正式这个是解放日，然后就把一大串的那个 list， 我还记得就整块板就拿块板出来讲，这个 list 什么国家你们还要被我征收多少%税，然后是所有国家基本都被征收了10%，然后特定国家是很高，当时马来西亚也是被征一个20多%，包括了中国甚至是被加征100个%的。所以你们如果看回去现在2025年的整个股市的那个走势的话，你会发现到，其实在3月的时候呢，就已经看到整个断崖式下跌。可是如果我们看回去的话，那整段其实那个时候是我们讲一整年下来 S&P 500经历最大的跌幅的时候，那个时候跌幅应该接近20多个%。这个就是发生在我们说2月尾到4月头，其实特朗普一直有在铺排这整个事情。然后大家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关税发生了过后，他就讲好，那我们暂停90天，
不征收，然后中间他就开始了各式各样的谈判，跟美国的谈判，跟加拿大的谈判，跟 Brazil 的谈判，跟欧盟之间，甚至是到我们东南亚，他也是有谈判。直到后来我们的东盟峰会，大家还记得的话，在我们的这个东盟峰会当中呢，也有去跟马来西亚跟我们的东南亚国家正式签署了一些这个行政法令，然后才成功的把那个我们的这个关税给定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我们讲今年发生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关税的事情。关税这个东西也影响了就是整个股市嘛，就那个时候就 set 了一个 tone， 给到全世界知道说，哦哟，这样美国到底我应该要降息还是不降息，就是因为这个关税的事情。你现在讲我才想起，原来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今年。可以，你是不是去了一个台湾回来？你觉得现在是2026年了？我知道关税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我有一直在看 YouTube 讲这个东西。是，然后4月我们还不认识，你看时间过得蛮快。然后在4月过后呢，这个关税的中间其实还是发生一个东西，就是中东的战争。我们讲中东之间发生的事情是这几年都在发生。我们讲的 Palestine、Israel， 直到今年就在发生的是以色列跟伊朗的直接的军事战争。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导致了油价也非常的波动，然后有下跌、有上涨等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讲今年在市场上面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可是对于我们马来西亚来讲，坦白讲，这个 topic 并不多人去谈，因为他们之间其实已经战火连篇了的，所以你这突然多一个战事，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啊。只不过呢，这次是以色列跟伊朗直接的冲突。我记得当时候美国总统也是出来讲话，因为他们中东是出产很多油的国家嘛，你一战争，油价是会上的嘛。对吧？因为飙升，因为会短缺嘛。可是之后，当然了，我们也知道油过去这几年其实都没有到很好，就包括了我们讲看到原油的产量提升啊，需求变低啊，所以其实油价后来还是回落。所以油价今年一整年其实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波动，还是回落比较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在今年年中发生的事情，然后就经历了美国政府停摆的事件。对，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又再打破了纪录，最久的一次，就是最久的一次，这次的长达43天。所以只有特朗普可以打败特朗普。所以他自己在刷新了自己2018年的那个记录。然后我们开始聊聊蛮多次这个美国政府停摆。从一开始我们讲其实政府停摆对股市不会有很大影响，是到后面越拖越长的时候，发现到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它已经让很多东西瘫痪。然后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数据一直出不来，对，因为他们的统计局没有工作之类等等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讲今年发生的，我觉得最主要第4件事情，以及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在最近年底发生的东西，很多人开始讨论的，尤其是这几个礼拜我一直有发给你那新闻，就是黄金、白银，甚至是铜价，其实都一直有在上涨。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没有讲啊，就是马币一直在升值啦。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我弟弟在日本念书，上个礼拜吧，他就问我世界是不是个时候我可以换多一点点的日元，马币或转日元来收着，因为感觉现在马币很强。我讲可以啊，反正你一直会用嘛，因为还在那边读书到2027年，所以还有很长的时间。我讲换吧，你现在可以换更多的日元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今年一整年我们下来看到关于市场上面发生的一些动荡的事情啦。那其实我觉得今年一整年下来啦，市场还发生一个我觉得蛮重大的一件事情，一定要讲。什么事情？马来西亚的财经界出现了 finance 商。可以，什么表情？这是马来西亚发生今年的一个重大事情finance 商的横空出世，让我们在这过去的6月开始到现在，我们在全网斩获了5万多的粉丝量，我们累计了超过200万的这个收看率，我们帮助了更多的年轻人跟投资者掌握了理财投资的知识这不是一个重大新闻吗？是，这你还不是很开心这样你明明是我们的 PD。 哇，好棒哦，大家耶，非常棒！马来西亚出现了新的东西，太棒了，是吧？太，怎么说呢？就是哇，太厉害了！我本来以为你要跟我讲什么我不知道的新闻，我没有看到的新闻，然后至少你确实没有看到，我没有写进去。就说出来一句 finance， 我就措手不及 ，you know。其实今年市场表现都非常不错。大概黄金我们不要讲了，那黄金我们讲已经涨得很高，白银涨得很高，我们就讲。S&P 500吧，S&P 500今年其实收官，现在还没有收官啊，到我们录制的时候，预计跑不远啊，收官应该在18%左右。虽然日本今年发生了蛮多事情，首相辞职，然后换了新的首相，然后又进行一大堆的言论，然后包括升息加息这些东西，但是日本的指数今年也涨得蛮高，接近30%，20多个%。跟你悄悄透露一个事情，其实日本这个市场，我过去3年都一直看好。哇哦，是的，所以日本的市场依然是保持不错。当然，
不是讲说明年一定会很好，我觉得明年的日本市场会有一点点的波动。因为他们开始升息，升息了过后，他们也是要看说这个通货膨胀跟他们的 GDP 会不会成长，因为在最近的这个经济数据，他们的 GDP 有一点点的萎缩。所以这就是日本要多去关注的地方啊。但是我觉得日本还是一个不错。那至于马来西亚呢，其实今年一整年 KLCI 其实涨幅非常少，少得可怜啊。我还是一如既往的，我还是非常看好马来西亚市场，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的经济政策真的是有在起来当中，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市场啊。然后当然就是油了，我们刚才讲的油价今年其实是保持着下跌啦，所以这就是我们讲一整年的这个市场的回顾，然后一些展望。那我再来可能看一下说2026年大概我们预计市场跟宏观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先不聊展望，因为我觉得展望我可能之后会特别开一期来聊展望。那今天在这个财经随便聊，毕竟时间的篇幅的有限，我可能就大概给大家看说，到底2026年的宏观我们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期待。首先第一个期待，我觉得是2026年我们可以预计全球的 GDP 应该不会成长到比今年来得快。为什么？不是我讲的，是 IMF 讲的，全球货币基金组织就有提到说，他们其实一直在下调啦，所以他们提到说，2026年全球 GDP 成长速度会降至3.1%，低于今年它的预期3.2啦。其实有几个考量点，现在美国那边已经开始进入降息周期，很多人说股市会上涨，是因为降息后钱会流入高成长的行业嘛，所以就是股市咯，所以美股会上涨。但是我们还是很在衡量当中的，就是美国的经济是否能支撑它的这波。因为它降息过后，到底会不会带动它的 inflation， 它的人民的事业这些等等，是不是能被改善？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去关注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大的不确定性。那第二个不确定性，就是因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就是中国的内需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提升。内需讲叫内需，内需就是他们国内的消费啊，其实还没有看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在这个角度之下，我觉得全球两大经济体都存在着经济上面的不稳定性。所以我自己个人对于明年2026年的宏观，我的看法是全球可能会处于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包括现在我们又看到美国的股市在处于一个非常高的估值的情况之下，对吧？我们的 AI 的这个一直在创新高，黄金、白银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人们会开始担心。所以我觉得不确定性还是会存在，但是讲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投资吗？我觉得错，我们还是得去看，只是我们要更加谨慎的在做我们的投资规划。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个人小小对于2026年的一个短短的展望吧。那之后我们再做一期，我们真的是来聊这一个2026年的市场展望。OK， 我们再直接把它讲得更加深入一点，更 details 一点。是，我们就找更专业的人来讲，好，把那个锅给他们背，我们就不要自己背这个锅，可以没有问题，好不好？所以那就是我今天要聊的这个新闻了。我们一起回顾了2025年，然后我们也对2026年展示了一些展望。好，那 Chloe， 你从台湾回来过后有什么新闻想要跟我们聊的吗？在台湾有看新闻吗？没有看台湾的新闻吗？我跟你讲，台湾的财经类的新闻的栏目其实蛮多。栏目就是讲说节目啊，有，那我就在那边做，还有给我一个电视机嘛，然后还有，他有给你一个电视机，对，所以你入住的他给你一个电视机，不是那个酒店的房间里面有电视机，对，然后我可以上网看戏，冷吗？我可以讲那个冷吗？很冷 ，OK， 然后他们里面呢，其实真的有很多财经的频道，对，只是我听不惯。谁听不惯就要听财经随便聊。你在台湾有看财经随便聊吗？没有，怎么没有？回来我才出啊。是咯。哎呦，成功考到你了，哎呀。OK 呀。这个我可以讲一半。是为什么我这样讲？是因为好像我的父母啊，他们看财经新闻啊，听他们分析这种财经时事的东西啊，他们以前都喜欢听台湾的。为什么？台湾台，因为讲中文第一。台湾人他们关注全球的走势是蛮先进的，因为台湾走在科技链的前端嘛，所以他们走在科技链前端之后，他们就会聊很多让科技相关的东西。所以我家人他们以前都喜欢听啊。哇哦！直到3个财经随便聊出现过后，他们就多一个他们可以去听的东西哦。好，就叫做财经随便聊。但我可能真的是要尝试接受一下台湾的财经。有几个是非常出名啊，像胡立阳啊，都是他们偶尔会请上去的。我看那个电视机应该他的那个财经哦，很多台的。可是看戏的可能就有几个。对，他们其实蛮多台真的是聊财经，所以他们在聊新闻这一块是蛮 strong 的了。好，那今天你要带什么新闻出来给我们？好，我今天要带的就是白银和黄金的新闻。白银跟黄金哦。是的，因为最近很多那种新闻就是讲白银、黄金又在创新高哦。对。
对对对对对对。好，那么我今天就来聊聊，反正是根据我们的路透社或者是其他各大的报章，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截止到12月29，其实黄金突破新高是在4549.70亿美元，哇，已经突破了4500。然后白银呢就是到83.62，相对来说都是在这个接近年尾的尾声，已经是又在创了一个更高的新高了。其实黄金我们以往也聊过蛮多嘛，可能就是财经随便聊 ，finance 浪也有专门做一期。对哦，这你现在讲我才想起，我们反正也聊起黄金。对，因为我们的黄金其实会影响走势，无非就是那几个嘛，就是地缘政治因素，然后美联储的降息、升息这一些，然后美元走势，再加上现在这半年就是6月、9月、12月，美联储那边也是连续各降了25个基点嘛。对，哇，你用这个句子才专业了，够一遍专业了，大家25个基点呢，不然应该怎么说？这25个基点是对的，通常可能会讲0.25%这样子的东西哦，比较 layman 一点的。原来我们的观众懂，我们的观众懂，你可以继续。OK， 好，我就调侃你不好 ，OK， 我不要调侃你。OK， 降了25个基点，好，可能就造成了就是我们投资者想要去更 more on 这种避险的工具，对，所以就是可能造成了黄金又在创新高的一个走势。那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考量，就是说，诶，不知道2026年的时候黄金会不会突破$5000呢？那这个东西我就没有做更深入的调查了，我觉得这个可以等明年的时候看有没有其他的消息出来。这样不是明年我们就有的马后炮哦，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讲明年会不会突破嘛，所以明年破的时候，哦，你看去年我都讲过他了，是啊，这个破了，他没有破的话，当做没有这一回事。这样我们就一起来讲一下。你问我，我觉得会。你觉得会啊？其实像我刚刚也是讲了，2026年的总结，我觉得市场的不确定性几大元素还在那边。我记得我在聊黄金那一期，我有聊过，就是现在全球各大央行都开始储备黄金，尤其是中国、俄罗斯这几个国家一直在领先着去存更多，他们会支撑着黄金的上涨，所以基本上黄金很难大跌。对，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已经要到我买不起的地步了。快点买，快点买！没有买卖建议，没有啦，我觉得有点高了，我不去买了，我不投资了，因为我觉得追涨了。呀，不追涨，可是就是可能还会再高，可是它不是一个好讲。不是你必要一定要去投资，是，我也是这样觉得。OK， 好，那么今天我们就不细聊黄金了，我们来聊聊白银。那么其实我们就根据这个 Reuters 的报道，它的这个白银是已经突破了83.62，白银的涨幅啊，它其实比黄金还要猛，其实是有几个原因的，主要就是工业需求，很多工业都需要用到这个东西，就是市场的这个 supply and demand 很紧张，再来就是投资者避险买这个东西所导致的3大原因啊，导致白银上涨。对 ，OK， 很好。那你猜一下，就是白银可以用在的工业需求有哪一些？我猜，白银可以用在的地方就是半导体，只要是有银色的东西出现，它都有用哦。不能这样讲哦，不能这样讲。看了粉色、银色有用银，因为他们好像有一些颜料镀银这样子的东西也是会用到，我不懂会不会用到白银吧？应该会用到白银啊，镀银、镀金。Maybe， 因为你镀金就会用到金嘛，那么你镀银就会用到银哦。Maybe 咯。呀，还有什么用途？你讲一下。OK， 好了，我这边是根据 AP News 的这个报道，他说白银的这个价格飙升，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工业需求，就比如太阳能、数据中心这一些，其实都会用到很多的白银。more多的制造业这样子，他们都会用到白银这个东西，但是具体用在哪里就没有特别 mention 是吗？等一下我会有一个表，是来自这个Silver Institute。哦，好哇，还有 Silver Institute。Of course。哇，台湾回来过后有做了很多功课诶。Of course。显得我刚才讲的新闻有点 low 啊，大家。没问题，你继续。我要将那个 F1 车超越。哇，已经实现弯道超车，超越乔治老师。等你后面反超了 ，OK。不要紧啦，就让你超越吧。好，我们这里讲白银的用途，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几年来这个白银的 supply and demand 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Silver Institute 的这个报告。其实你可以看到哦，这几年啊，从2016年到2024年，它这几年的这个 supply 还是没有很大暴涨的这个上升的。好像2016年这边显示它的 total supply 是1057.4嘛，然后2024年的时候就1015.1，就其实没有暴涨，甚至还稍微跌了一点点。我们来看一下2016年的 market balance 有剩下64.1，可是until 2014年的时候，它其实是已经处于一个负数的状态啊，就是代表已经不够用。就是我的 supply 是慢过我的 demand 了，所以我只能用库存。对，我那一年的 supply 新出来的 supply 不够给那一年要用的 demand。所以就是可能很多他们的工业需求啊，都是在用着自己的库存，或者是那些所谓的 ETP 那边的人，可能他们就卖出来放回给市场，所以才会有一些 extra 的白银去扣掉这个 market balance。这个我这样看了，我觉得发现跟我们之前聊黄金那一期蛮像的东西，就是我有提到嘛，黄金之所以为什么一直能保持稳定的价格，就是因为它的供给量对是稳定的。所以我现在这样看的话，我发现原来白银的供给量也是稳定在每年差不多
1000左右。 1000 ounce 左右嘛，蛮 balance 的其实。你可以看到，特别是电子产品和太阳能那一行，你看数字的话，2016年太阳能用的银啊是81.6，可是到了2024年是已经197.6啊，是几乎翻了1倍。你可以 compare 其他的 category 来讲哦，太阳能是翻了最多的一个东西。所以它用在比较多是跟太阳能相关的东西，就是电池、太阳能板之类的东西。对。OK，那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白银的价格走势到底怎么样。好的，我们就来看伦敦银价哈。2016年是在 USD17。2023年 USD 23，然后2024年 USD 28，是涨了一个21% 的。可是到今年的时候，它就已经突破了$83。除了我们讲黄金还有白银啊，我们其实一些报道他们也是讲到铂金属这个东西。对，他们有讲到铂金属其实有一点被看扁，可以这样讲吗？铂金是什么意思？铂金是 platinum。哦，platinum。OK， platinum 一样了，都可以了，platinum 了。 OK OK，只是为了显得我的英文很厉害吧。Platinum。 OK， Yes。 其实我们这边就看到《东方日报》的一个报道，他就有说啊，其实铂金的这个金属有一点被低估的情况。铂金其实从2008年以来首次就有破了这个2000 per ounce 这个东西，然后价格已经累计上涨120%。我很高一下哦。对，然后道明证券呢，它其实也是有说啊，在2026年这个大众商品的展望中表示，其实较低的利率、持续的货币贬值，其实有可能会带动钯金和铂金的这个价格。平时没有什么听过的那种大宗商品的价格，对可能明年会是引领整个大宗商品，对贵金属这一块啦。然后他就说，其实白银的价格有可能会回落至$40。哦，白银可能会回落，他认为啦。OK， 黄金呢？他觉得会在哪里？黄金的价格它可能会在上半年创下4000，可是它已经创了。道明证券讲的没有错，因为他觉得他还是会突破，只是他提早突破了。毕竟他这个报道是12月22日讲出来的嘛，讲出来的然后29号就已经破了这个新高，人家说 it makes sense。道明未卜先知嘞，道明更厉害。好，这样我们以后道明是很帅，你 get 得到？你看这次你能 get 得到哎呀！因为这个我从小看到大。那道明是我其实我没有看过这个戏。道明寺道明寺是什么？流星花园啊，流星花园嘛是。那个是米苗楚楚的这我没有个。看这个戏 F4 的嘛，我没有看过这个戏。 OK， 好 ，Anyway，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带出来的新闻。哇，今天 Chloe 做了很多准备，所以我们就也了解了到白银、黄金、铂金到钯金。哇，今天我们就多学了2种不同的金属，但其实有多一个啦，我就这边抛出来。我记得我们有我们的观众在我们的群组当中有聊起，就是讲说铜价今年也涨得蛮高，对吧？然后我上个礼拜就见了我的客户，客户他们是做 engineering 的，他们用很多铜，他就跟我讲，铜价今年5月到现在已经起了20多个%。哇哦，是他们是工业用啊，就是他们自己的成本已经提高20多个%，所以他讲铜价其实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涨当中。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数据中心的带动之下，可能这些金属类的东西价格都会被影响，随之影响。而且都会一直在不断的被需求，所以会上涨。刚刚我前面有提到一个东西，今年 AI 的出来的东西呢，大家就还拿了另外一个悖论出来聊，就是 Zevon's paradox。当我们以为东西变得更加有效率的时候，我们的需求会减少。但其实不是，是东西变得更有效率的时候，我们需求会变得更加多。这个是一个悖论，但是一个经济学家很多年前的，他们就把运用回来在 AI 上面。这个是值得让大家去深思的东西。完美的收官我们的整个财经随便聊。2025，我真是去了台湾回来，真的是。明年是2027年是吗？我要讲点台湾的词，共杀，你在共杀小。阿姨不要这样子啦，我们不讲这种话的阿姨。这一期的财经随便聊就到这里为止，然后在这里要呼吁一下，因为来临1月10号呢，我们 Finance 党会做一个快闪。在这个 FSM1 的 Invest Expo 2026，就在 Pavilion Bukit Jalil 的 Exhibition Center， 我们决定好几点要在那边。11点。所以我们11点到12点1个小时，我们会在那边去做一个线下的快闪见面会，OK， 跟大家就做交流。所以大家如果你们要见到我们的话，一起聊2025年，一起聊2026年，聊理财等等的东西。见到我跟 Chloe 我的团队的话，1月10号在 Pavilion Bukit Jalil 的 Exhibition Center 一定要来找我们。是的，然后一定要去注册，你没有注册的话你是进不来的。然后记得用我们的 link 或者是我们的 coach 注册，是去注册，然后他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你就是 Finance 商找来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快闪的见面会在那边了。是的，是。那我们今天的财经随便就到这里。好，然后祝大家2025年快乐，2026年会更好。快乐。2025年完美收官啊！祝大家2025年完美收官，2026年要快快乐乐。然后2026年我们的投资理财继续朝着更好的地方去前进，然后继续多多支持 Finance 商，让我们在2026年继续突破，继续把更多东西做到更好。然后期待一下2026年 Finance 商会有很
多很好玩的搞作，所以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们，敬请留守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好，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了订阅、按赞以及分享出去给你们的朋友，然后 comment 告诉我们你觉得这一期怎么样。是的，那我们就下一期的财经随便再见啦，我们拜明拜天见。